超过1.39亿中国人购买银行理财。这么多人在买，老爸，这银行理财是什么呀？银行理财火啊，是因为它的定位就很简单，有机会比存款利息收益高，又比股票更稳。普通人啊，最吃这一套。能比存款高多少呢？现在1年定期是0.95%，银行理财啊，平均是2.41%呀。那我第一次买应该怎么选？去哪儿买呀？第一次买最简单的办法，直接在支付宝搜稳利宝就能看到，它是网商银行挑选出来的各大行精品银行理财。那为什么要在稳利宝上买呢？因为稳利宝的产品啊都很优秀，平均年化收益啊有2.58%，高于银行理财大盘，都是中低风险，高风险的一直都没有，一站式购入中农工建等大行产品，省得跑网底啊到处对比。那我应该具体怎么挑选产品啊？我又不懂那些名词啊。挑2个关键点啊就够了。第一啊，看持有时间，7天、14天、1个月、半年呐都有，看你钱啊是闲多久。第二啊，看年化收益，最近产品啊普遍有机会在2%到3.5%，主要都是投向存款债券，不用想得太复杂。稳利宝啊已经把你把坑都过滤掉了。那周末有没有收益啊？我有时看这2天没变化呀。有的，只是周末不显示，把收益啊合并到周一给你，所以啊你是一直有税后收入。那赎回要不要手续费啊？零手续费啊，而且最短持有7天就能赎回，比定期啊灵活多了。所以稳利宝其实就是找银行理财公司帮我做低风险投资嘛。对的，就是这个逻辑。你把钱放进去，他们帮你投存款、债券这种稳的资产，所以收益啊比货基定期强，波动又很小。那稳利宝适合放哪些钱呢？适合短期啊不用的钱，比如3、4万工资结余，半年后要用的资金备用金，不想亏，不想锁太久，又想收益啊比活期强，稳利宝啊刚好给你这种需求做的。感觉像我这种不太懂投资的又怕亏的人啊，挺适合的。那当然啊，稳利宝就是给你这种小白但又想赚钱的人准备的，1分钱就能买，收益透明，平台靠谱，风控稳的。行啊，那我先去买一只试试，反正短期闲钱放活期也是睡大觉，不如让它动一动。对呀，小钱也要有小钱的效率，闲着也是闲着，放稳利宝至少每天都得给你挣点零花钱，比躺在银行卡吃灰啊强太多了。中小银行持续下调存款利率，不会存款利率真的降到0吧？老爸，我是不是该把钱拿去投资点啥呀？你这个问题啊，日本人30年前就想过。日本在经历过房价、股市大跌后啊，没有人再去消费投资，日本央行啊干脆把利息啊就降为0了。这样总会有人去投资了吧？但是日本的钱啊，不仅没有流向实体经济，反而让一群叫渡边太太的群体啊给转移到海外了。渡边太太是谁啊？渡边太太啊，指的就是日本的家庭主妇。他们就发现啊，在日本存钱没有利息，但是美国、加拿大的存款利率啊有5%啊，甚至渡边太太们会借低息的日元换成美元去投资，但他们啊只想到了利率，却忽略了汇率啊。汇率有啥影响的呀？假如啊你在汇率是1美元等于100日元的时候，借了100万日元换成了1万美元，5%的利率存到美国银行1年后啊，就能拿1.05万。那如果1年后1美元只能换90日元了，你能换回多少呢？1.05万美元乘90的话，也就是94万5千块。哎，不对，我借了100万呀，这就亏了5万多呀。没错呀。就在08年金融危机的时候啊，美元疯狂贬值，所以渡边太太们就损失惨重啊。我去，低利率的时候也不能随便投资啊。现在啊，我们也进入了低利率时代，虽然没有渡边太太，但是越来越多的人啊在想办法对抗财富缩水，从炒基金、炒币到炒黄金，可这些风险都很高啊。于是大家啊开始追求稳定的收益，能让钱自己生钱的方式。所以啊，把收益写进合同的保险年金是很好的选择。保险年金啊，就是把保证的收益写进合同里，然后按照合同规定定期到账分红。比如长钱保5年领年金就是以30岁女性为例啊，每个月投2000块，5年就能投12万，第5年年末啊就能领投入金额的5.21%，也就是6252元，连续领3年，最后1年满期金啊预估可领11万3千多。总计领取了13万2千多啊！现在很多年金险啊要10几年才能返，这个5年领的名字就说明了，第5年就开始发钱，灵活得很呐。感觉是个好办法，关键是省心，它相当于啊强制储蓄，每年固定到账，有点仪式感，不容易乱花，而且是大平台加大保司，很有保障。行啊，那我得好好看看。现在光会挣钱不行啊，得会让钱生钱呐。其实真正值钱的就是现金呐。为啥呀？因为以前遍地捡钱的时代啊已经过去了，低利率啊代表机会少，风险大，乱投比不投更亏呀。所以低利率时代拼的不是胆子，是拼谁能够守住现金嘛。没错，存好钱等机会，
等别人急着割肉的时候，你手里就有子弹了呀。国债突破38万亿，每秒增加7万美元。我了个豆！我要是欠点钱，我感觉天都要塌了呀！美国欠这么多，不就是永世不得翻身了吗？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话？当你欠银行1000块的时候啊，是你慌；但是当你欠银行1个亿的时候啊，是银行慌啊。也是啊，每次找人还我钱，明明是他欠我的，结果弄得我跟孙子似的。所以啊，美国现在欠的是全世界的钱，所以不是美国慌，是全世界慌啊。这招老美是怎么想到的呀？美国正是在1战之后啊，吃了借钱给别人的亏，才导致2战之后啊，它变成了那个找别人借钱的国家了。借钱给别人，躺着吃利息，怎么还吃亏呢？老美在1战的时候啊，就是这么想的，因为1战的主要战场啊在欧洲，战争结束之后啊，欧洲就急需筹钱来重建。老美一看机会来了，所以就主动借钱给欧洲，让他们有钱啊来买自家的产品。这不是又赚利息又赚卖东西的钱吗？美国啊，虽然顺利的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，主要的国家都欠他的钱，但是负债呢是需要偿还的。那欠了债的国家就需要勒紧裤腰带，减少消费支出，所以欧洲的进口需求啊就急剧的下降。那老美这边的工厂就没有了订单，大量的失业，股市下跌，就造成了19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啊。这债主也不好当啊，借出去的钱就像泼出去的水啊，很可能就要不回来了。是的呀，所以老美啊在2战的时候啊就吸取了教训。欧洲战况当时非常焦灼的时候啊，老美就不再像之前一样借钱给英国，让英国来进口自己的商品。老美就跟英国说啊，这些军事设备都算我借给你的，不用花钱，用完啊还回来就行了。这不是打仗呢吗？借出去物资怎么可能收得回来啊？老美啊就没想过要回来，当然他也不可能吃亏嘛。出借物资的条件啊，就是让英国控制的所有殖民地都来找老美买东西。英国当时的首相丘吉尔就气疯了呀，但是由于战争形势紧迫啊，就不得不同意了美国的条件。这不就趁你病要你命吗？更要命的是战后啊，美国启动了马歇尔计划，就是直接拿出了130亿美元援助欧洲。关键啊，它不是贷款，而是直接投资。你是说这样欧洲人就赚到了美元，就会把这些赚到的钱买入美债或存入美国的银行体系了？没错，欧洲恢复了工业生产，美国呢就大量的从欧洲进口，然后欧洲呢把赚到的美元再借给美国，美国继续到处花钱去消费，从而啊就完成了从世界最大债权人到最大债务人的转变。我去，只要他花得多，那世界流通的就都是美元啊！所以美元霸权的本质啊，就是谁往市场上投放的货币最多，谁就有话语权。你借钱给别人，别人不仅可能不还，还可能不要啊。但你花钱去买别人的东西，投资别人的国家，谁会拒绝赚钱呢？这么说啊，还是谁花钱，谁才是金主爸爸呀？没错呀，作为世界工厂的我们啊，其实是在给别人打工。未来啊，我们国家要是想更进一步，就一定要人民币国际化呀。